喜马拉雅 APP 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上喜马拉雅搜索不加班，免费领取5天会员，补充你的精神食粮。全国首档聚焦都市打工人的职场会谈节目。各位好，欢迎来到今晚不加班。我们每周还会邀请各行各业的班位农人到这里，一起来畅聊职场话题，做职场打工人的嘴替。本期的主题是你和老板的关系。播出至今，我们从多个维度剖析职场痛点，输出实用的职场解压指南，助力构建理想的职场关系。本期我们将跳脱职场本身，探讨职场与人生的意义。欢迎大家收看《今晚不加班》，本节目是由天龟酸性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的。今天是我们今晚不加班的最后一期了，在加班，走！哎呀，我发现所有的打工人都一样，只要一提到下班就开心。之前我们的节目里面已经聊了很多了，从同事的关系到老板的关系，从心理健康聊到了生理健康。但今天这一期呢，我们想要跳脱出职场本身，我们来聊一聊职场作为人生的一部分，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的本期主题是人生主理人。在此之前，先让我介绍一下本期嘉宾，他们是自信又美丽，用真性情疗愈内耗的七七。百变魔王，永远做自己的锤锤娜丽莎。打过好几份工，出名半生，归来人是应届生的于翔宇。还有从不让梗掉地上的全能喜剧人张维维。在我的左手边还有班位农人，他们是做过女团、演过脱口秀，如今是东方卫视主持人的于有匡。纸媒起家，进过大厂，兼职脱口秀与播客主的多期打工人马军。初入职场的新人 Z 时代打工人代表 Rocky。还有踩着高跟鞋把家乡捧成网红村短视频创作者明莫坤。做过大厂总监，在喜马拉雅 APP 有着2.4亿播放量的头部播客主金花。偶像出道，如今不断探索职业新身份，打开人生无限可能的陆定浩。今天我们的嘉宾呢，在不同领域啊都有着不俗的成绩，相信大家一定给大家。最后一期为什么嘴？哦，下班喽！裁员，裁员裁到毛细血管上是吧？本期正好是今晚不加班的大结局，朋友们，2025已经过半，所以，哎呀，在开始今天的脱口秀之前呢，先由李总给大家带来一个今晚不加班2025打工人年终总结。OK，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打工人年终总结。头一件事情，先想一下，开年我们都参与了一个150亿的大项目，什么呀？哪吒2。没错，事实证明了什么？打工人虽然挣钱不容易，但是想要挣打工人的钱真的很容易啊！对呀，我们不生产钱，我们只是人民币的搬运工。你为什么转圈儿？还能这么说啊？脱口秀原来是，别管，我们言归正传好吗？记住，哪吒这部电影呢，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因为前一段时间大家不知道看到一个热搜没有？锤锤走了一个红毯，然后呢说特别像石矶娘娘，不断就有网友在 Q 我说让我模仿童静，模仿童静。谁在 Q？ 我在这里就回应一下吧。其实啊，我学不学童静都一样，因为我跟童静一样，都已经被娘娘拿捏在手里喽。还没下班呢，还没下班呢。OK， 言归正传，
说些好消息啊，人形机器人技术再突破。大家看春晚了吗？今年蛇年春晚，机器人舞蹈 Young Boat 大家看了吧？就是机器人转手绢。我在现场看的。为什么在现场看？问得好。哎呀，因为我也参与春晚啦。朋友们，导演还问我呢，说：“哎，川哥你会转手绢吗？”天哪，我会转手绢吗？我可太溜了。来个2人转吧，朋友们，上来吧！我还真的来转起来吧！哦，来1转好运连连，2转连连好运，3转花开富贵，4转富贵花开。朋友们接好运！好，谢谢了。李川老师啊，怎么了？刚你的手绢扔下去，扔到一个大哥手里，人家并不想要，到处递。2025年上半年，不仅是人形机器人，人工智能 DeepSeek 横空出世，也让我国进入了人工智能发展的前列。科技进步的同时，其实好多打工人啊开始发愁了。哎呀，我的工作会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呀？毕竟有机器人呢可以做体力活 ，DeepSeek 做脑力活，打工人做什么活呢？打工人哪还有脸活呀？所以啊，关于 DeepSeek 到底能不能取代我们，我想问一下于翔宇吧。作为一名哲学生 ，DeepSeek 到底能不能取代哲学家呢？我觉得不太好说，因为这苏本华那会儿也没 DeepSeek。其实我更担心他取代脱口秀，因为就是哲学本来就不挣钱，但脱口秀能挣钱。大哥，你挺幽默啊。哎 ，DeepSeek 也来了，那我问一下 DeepSeek 你好。你好。哎，我想问一下 DeepSeek， 你会取代脱口秀演员吗？不能，但我能取代你。哦，为什么？你会说李总的专属情话吗？有一天，锤娜丽莎让李川抱一下自己，李川说不行，等你模仿石矶娘娘的时候再抱你。锤娜丽莎问为什么？李川回答说：“不是不报，时机未到。”DeepSeek 差不多，你也就这水平，差不多。不，他错了，因为真正的李总是不会拒绝公主的。我只会给公主一个深深的拥抱，简称深公抱。救命啊！没想到吧？叫车吧，我叫车。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对不起呀、对不起，请给我留点面子啊。我想问一下，我这么厉害 ，DeepSeek 你是为什么会说谐音梗呢？你的幽默靠的是油，我消耗的是电，我是新能源，注定要取代你。你就这么肯定？只有你会放电吗？邮电混合，我收了你！我收了你！哎呦我天！看到了吗？人工智能还是抵不过智能人工。最后，不管你是哪一种属性的打工人，祝愿大家在2025的下半年，每一个加班夜都有暖茶热心，每一个 KPI 都可以化作自动扶梯，送大家登上更广阔的舞台。谢谢大家，我们年终总结再见啦！言归正传。哎，言归正传一下啊，七七是第一次来，对，第一次来。你对听我的脱口秀的感觉怎么样呀？主理人做的挺好的，希望你永远留在这个节目。我翻译一下，啊就是在这儿行，别出去祸害人。我翻译一下，就反正最后一期了，你随便吧。对，行，
感受到了大家对于我的夸赞呢，我也收到了，希望我可以再接再厉。谁夸了？好的。除了我之外，我想听听在座的各位嘉宾们，他们半年来都做了一些什么。有一位现场嘉宾，上半年忙活了好多事儿，做了好多份工作，在各行各业尝鲜不停，对于人生呢又思辨不止。他是谁？于翔宇，欢迎大家同秋。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于翔宇。今天是咱们今晚不加班的最后一期节目了，因为这个今年过了一半嘛，所以这期主题就是年终总结，所以我在这儿讲脱口秀也算是年终奖。跟我有什么区别？没区别，没区别，没区别。最后一期了，放松一下，放松一下。哎，我已经来录这个节目3次了，本来跟我说是飞行嘉宾，结果天天往这儿飞。我感觉我已经快可以取代李川的位置了。我说的是他在这个节目中的位置，不是在锤锤心中的位置。那个我取代，没事。哎，我开玩笑的，那个川哥还是比较无可取代，有些东西你是真的学不来。你就比如就那个，对吧？哎呀，我刚在后台练了半天，化妆老师跟我说，你可别学李川了，你一学李川，我就得给你补妆，太油了。节目组给我的年终总结的关键词是说这个敢于尝鲜，跳出框架。因为我今年确实是干了很多别的工作，我录了一些综艺。我年初的时候上了那个《一路繁花》，你们有人看吗？哎，没录到，嫉妒是怎么样？哎，我去的时候真的是大开眼界，因为人那种大综艺比脱口秀节目热度要大很多。我当时还在那儿录的时候，我朋友就给我发了一个链接，是一个我扶着向太的视频。我说啊，这 report 发的也太快了。我朋友说你好土啊，人家不叫 report 叫路透。然后我还录了一个脱口秀的跨年晚会，我在那个晚会上表演了特别多节目，就是除了要讲脱口秀，还要唱歌、跳舞、舞龙。真的，就是你要说我不重要吧，就哪儿都有我；但你要说我重要吧，把我往死里用。就是聊劳务的时候，我还在那想着说，哎，我现在劳务费挺高啊。就演完一整场之后，我只有一个想法，说我现在性价比挺高呀。而且我还去了那个种地吧，然后去之前了解了一下，我已经做好了这个干体力活的准备。结果到了之后，那导演还跟我说，咱们可能还需要你帮忙一起做一个这个项目策划的 PPT。我说啊，知道我在城里干过牛马是吧？我以为到了农村牛马就不用人亲自演了呢。我除了录东西以外呢，也要写脱口秀稿子嘛。就是我已经来上海待了1年了，我现在已经完美符合外地人对上海所有的刻板印象。我写稿一定去咖啡厅。我每天的流程就是 City Walk， 到 Starbucks， 打开我的 MacBook， 最后刷一天 Redbook。老板知道我是做脱口秀的以后呀，就跟我说，你以后要是火了，可得给我们店多做宣传呀，我们可是挺照顾你的。哎，我听完之后真的有点难过，就是我觉得我跟老板的友谊不单纯，而且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是我最火的时候。其实大家经常会吐槽，就是上海年轻人喜欢去咖啡店，就是有点装。其实我觉得也不完全是，因为咖啡店的环境确实比你租的房子要好很多。我有时候去一些特别喜欢的咖啡厅，我都想问那个老板，就是你们这儿可以包宿吗？我是去年从广州搬到了上海，为了省钱租了一个那种便宜的破房子。我不知道你们住过没有，就是那种花洒跟洗手盆是共用一个水龙头。就有个按钮要切换，我有时候忘了切换，就本来想洗个手，结果洗了个头，我全身都湿了，我真的崩溃。我觉得这怎么刚到大城市就被浇了一盆冷水啊！哎，我每次只能拿出那种在广东学到那种松弛感来强行安慰自己，说没事儿，洒水了。啥呀？
但是还是要总结一下的吧。我觉得我虽然尝试了这么多啊，就是感觉人多体验、多尝试，跳出框架去体验不一样的生活，总归是件好事嘛。你像我今天来这儿讲脱口秀，就相当于是跳进了东方卫视的框架，现在不想跳出去了。希望东方卫视把我框得死死的，给我个编制，办个上海户口，再分一套房子，啊。哎，我也不难为咱们东方卫视啊，我住东方明珠就可以了。谢谢大家，我是于江云，谢谢。本期的节目的最后一期，各位嘉宾来着了，因为我们给每一个嘉宾都准备了一个颁奖环节，不加班杯年终奖。让我们看一下于翔宇的奖项是什么。Z 时代做什么，我们自己讲。这个谐音梗和你的这个稿子的水平很搭。来，请拿奖杯。我们还请了礼仪，看到了吗？哎，谢谢，好，看到了吗？哇，这真的是个杯。加薪水杯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因为之前祥子来我们这儿，他希望各位不要过劳肥，而是过劳富。所以送你一个加薪水杯。好的，谢谢。首先这个奖杯啊，就这个工具就是工具，我有这个杯也不一定喝水，也可以装满可乐跟奶茶。怎么了？我们的奖不值得你说两句吗？好凶啊！他刚才是朝我卖了个萌吗？嗯。我觉得语言还是有用的，就你说出来之后，真的能改变事情。大家除了多做，也要多说，好吧？谢谢大家，谢谢。好了，请落座吧。听出来是梅花硬奖了，谢谢。哎呀，没有提词，你是这水平啊！刚刚于翔也说了，他在各种不同的框框里面反复横跳。我想问一下现场的嘉宾们，职场当中有哪一些经历让你们跳出了原有的框架，甚至可能说，哎，是不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觉得这个观点啊，明魔坤特别有发言权。今天带来了一个东西啊，我给你们看一下。哇，这个是我的高跟鞋，真的老实说，我穿到脚上那一瞬间，我就发现，它就是我的鞋。它就是我的鞋，就是我的鞋。其实我穿高跟鞋的原因是卖我们家乡的农副产品，然后呢就去卖的那个沃杆，哎，也卖得挺好。后面呢没有想到呢，央视也来采访我了。然后那个央视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扎在土地里的高跟鞋”，哎，然后网友们也给我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高跟鞋书记”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啊！你说不是在这儿说呢，编都不敢这么编。我知道明魔坤呢是学舞蹈出身的，而这边呢又有一位可以劲歌热舞的锤娜丽莎。既然两位都来到了这里，为什么不穿上高跟鞋比拼一下呢？来，我的好姐姐！哇！哇！走，我们下班了。下班。明魔坤的这第一小段，他呢穿着高跟鞋，让自己看到了世界。但是其实呢，我们今天很多嘉宾也因为他们的工作，看到了世界不一样的方面。我想问一下，七七有这样的体验吗？我虽然现在是那个全职脱口秀演员啊，但是我以前其实上过班的，我以前打过很多份工，基本上每次都是半年左右哈。确实也是，就是工作能力不怎么强。但是当时是有一个班，我印象是非常深刻的，直接让我意识到什么叫做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哦。我当时刚毕业，其实我什么都不明白嘛。我到那个公司里面，本来说好的进去是当那个总经理的助理，我想说总经理耶，我哐哐我就是学，你知道吧？我也想跟他大学特学一下，因为说那个总经理也懂很多嘛。结果我进去不到2个月，他们开始卖课了。卖课？我是不懂的，他让我做课，我根本不会做，我怎么做呢？我就是上网买其他的课。你怕不是进了一个传销组织吧？而且咱们不能直接 copy， 你知道，咱们要像，哎，
写过大学论文吧？你就是把他那个话复制转换，你就给他一揉，你给他一捏，然后一撑开，哎，施法，新的课件直接完成。我真的太水了，当时我老板所有的课程都是我给他做的，然后讲稿也是我给他写的。他们听他课的人全是那种什么企业的老板呐、企业的高管呐、你知道，他们都不知道背后其实是我。这边呢看到了一些世界的奇奇怪怪的方面，我们再问问有没有世界的真相 ？Rocky 有吗？我觉得初入职场就是一个脱下孔乙己长衫的过程。怎么说？因为我自己还是蛮自豪的，因为我本科是墨尔本大学。哦，好大学。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哎，自己是个名校毕业的一个学生，回来怎么样就要出入一些非常高大上的写字楼。结果老板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打销售电话。原来是你。那个时候我自己其实心理落差很大，因为我觉得自己其实投资了那么多去读书，然后回来又要去做我自己其实可能没有那么喜欢也看不上的事情。你知道打第一个电话的时候，我自己手都在抖，那对方的话也可能会直接就挂断，或者骂你，或者甚至阴阳怪气的学你说话。我觉得这个才是最痛苦的。整个过程就是让我去见识到了这个世界其实和你想象的不那么一样，其实探索世界不是一直都是光鲜亮丽的，可能要脚踏实地的做事才是进入职场的第一课。哎，谢谢 Rocky 给我们的分享啊！工作当中心态好真的很重要。我想问一下马军老师，有类似这样的经验吗？2018年我去广东采访一个玩具厂，里面的女工做了20-30年的手缝的玩具。我为什么去采访他们？因为那年是俄罗斯世界杯，俄罗斯世界杯的吉祥物是一个平原狼的一个造型，叫扎比瓦卡。他们给那个世界杯做那个玩具，说这个东西叫狼崽子，他们每天要缝很多的狼崽子。我采访他们那一天正好是俄罗斯世界杯的开幕式，我就把我的电脑打开，接上开幕式的视频，放到他们车间的那个电视里面。然后全车间大概几十个40-50岁的女工在那边跳着脚，非常兴奋，说那个狼崽子我认识，那个狼崽子是我缝的。然后就特别开心，所以那一刻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会自嘲，觉得我们工作没什么意义，我们就是个螺丝钉，我们就是一根针线或怎么样。但朋友们，有的时候这个世界缺你这根针线，它就是玩不转。俄罗斯就是做不出那个扎比瓦卡，就一定要让中国的女工给他们做。所以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的感动，就是我们的工作或多或少都在影响着这个世界，就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感谢所有嘉宾真诚的分享，他给我们说到了职业的一个可能性，就是见世界。我其实一直认为啊，职业2个字是拆开的，职呢只是我们的工作，朝9晚5，五险一金，每天加班；而业是我们的事业，是我们想要去一生的追求，我们想要去热爱，我们想要去付出并且为之努力的东西。我一直认为是以职谋生，以业立命。哇！但是我们在探索世界的过程当中呢，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可能也是有些荆棘密布。如何进行创伤疗愈？有请77带来她的观点。Hello， 大家好，我是77。我去年呢参加了一个脱口秀综艺，由此呢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职场——娱乐圈。果然是充满了诱惑，我一下收获了很多的关注跟喜爱，整个人完全沉迷于此了。比如现在有的是演出结束了，会有观众找我合影，我们剧场的工作人员他竟然怕我困扰，他问我要不要帮我拦一下。我当时想了很久，我说那你帮我拦一下，但不要真的拦。因为我害怕呀，我怕我的粉丝太有边界感，一拦就拦住了。我就跟我的工作人员商量，我说这样，你待会儿在外面啊，就是拦的时候，我冲出来骂你，我说你对我的粉丝客气一点。同时呢，我也变得更有自信了，或者说呢，我现在有点膨胀了，同时膨胀的还有我的体重。但姐妹们还是很好啊，每次我发照片，评论区还是说瘦了，我都说没有，我胖了。她说哎，自信点儿。我很自信，我胖了。我不光相信自己，我还相信体重秤。我明白姐妹们让我自信点儿是在担心我，以为我说我胖了是我又胖了。
但其实我只是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嘛。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才可以让姐妹们放心，总不能姐妹们说瘦了瘦了，我说没有，我胖了，但是没事儿，胖得好。我是很喜欢自信这个人设的，因为也是第一次红嘛。这个穷人乍富，小人得志。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对我的影响是什么。现在有的时候收到一些姐妹们给我的私信，她会跟我倾诉她生活当中的烦恼啊，然后我也会安慰她，然后跟她说，我说其实我有的时候压力也会很大，也会很不相信自己。她说不会吧，你也会自我怀疑吗？你不是自信大女主吗？我想完了，我塌房了。人怎么可能时时刻刻自信呢？对吧？人是会受伤的呀，总不能受伤了还在那儿得意吧？对吧？不可能别人说你这个丑东西，我说耶，那我也是这个世界上最丑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呢？哎呀，有点班门弄斧了，这个命梗啊。就是现在这个自信这个人设啊，整得我现在有点不敢内耗了。起码我不敢表现出来，有的时候看到负面评价呢，也不敢回复，因为我觉得真正自信的人不应该在意这些。没想到他们看我不回复，骂得更起劲儿了，搞得我现在被黑粉黑的黑漆漆了。看到有人骂我说：“你别在台上那么做作了，让人生理性恶心。”我真的很想说啊，可是做作一下就能收获好多哎，辛苦了，你过得不太好吧？我虽然想这么说，但是我不敢。我想说，要不把这个评论贴出来，让姐妹们帮我骂吧。我又怕有人说我明星网暴素人，又怕没有人说我是明星。本来真的我抒发一下就好了，现在我只能憋着。而且最可怕的是，我开始内化别人的评价，开始自我贬低了。我说不对呀，我怎么因为自信有点不自信了呢？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我就得马上自信又豁达，天天自信自信，我又不是马自达。真的就这么自信，自了半年多啊，真的自不动了。去年学车，我都不想学自动挡。有一段时间我都魔怔了，看到那个家里那个洗衣机我就来气，我说凭什么你能全自动？本来悲伤的时候已经很悲伤了，现在悲伤的时候呢，还会一边哭一边想，我一点也不大女主，手动挡真的太难了。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他的普通女生也会像我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因为我从小看影视剧都代入不了女主角，我是因为影视剧里面没有一个胖女主，好不容易有一个胖女主，她的结尾也是一个瘦女主。而且这种影视剧啊，通常都是让女主角戴上那种厚厚的硅胶，假装她是个胖子。你们知道，我作为一个真胖子，看到竟然有人在假装胖子的时候，真的很无语，脑子里面只有4个字：吸食笑贫。我代入不了主角，我只能代入 NPC， 我会共情 NPC 的命运。我现在越来越夸张了。我最近在网上刷到一个猫在河边抓鱼的视频，然后那个猫把那个鱼抓起来一瞬间，周围的人全都在为猫欢呼，只有我在想那条鱼。我想他肯定在思考，我的余生就这样了吗？我只是吃完饭出来运动运动，怎么变成极限运动了？而且你们这帮人类怎么回事啊？这个时候怎么不说这条小鱼在乎？因为我也上过班嘛，我也知道职场确实存在弱肉强食的现象，我也会害怕自己因为太弱小而被人看轻。不过我现在想明白了，弱小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承认它才是强大的开始。所以我现在要是再脆弱，我就大声说没错，我就是受伤了，怎么了？我朋友说：“天哪，你怎么连受伤都这么铿锵啊？”谢谢你们。好，谢谢琪琪，谢谢。我们虽然不能给你编制，但我们可以给你一个奖杯。哦，我也有奖吗？是的，请看大屏幕。我们女的以后都这样讲。好，谢谢。
为什么要给你一个超大杯呢？因为之前你讲过，希望可以女性上桌吃饭，对的而且要上桌吃饱。对，所以给你这个杯呢，希望你不仅可以吃饱，还可以喝好。好的，来，让我们的奖品送给七七，发表一下获奖感言。从来没有想自己有一天可以获得这种奖。我感谢我自己，感谢东方卫视，也想要一个东方卫视的编制。如果东方卫视愿意给我编制的话，我可以把这个奖杯还给你们。好，谢谢七七，谢谢。好，希望所有女孩上桌吃饱，好不好？谢谢，请落座，谢谢谢谢。刚才七七的这个脱口秀说的特别好，希望我们都能拥有脆弱自由。其实呢，能够有脆弱自由，在打工里面真的是很重要，因为大家在职场当中难免会有那种破碎的时刻。所以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嘉宾们有没有那种破防时刻？你们又是怎么克服的？当时我在一个游戏公司，几十万这个用户在等着这个更新的游戏，由于这个其他部门的一些问题吧，这个页面没有调出来，按道理没调出来就会报错嘛。当时很流行把这个页面进行设计，所以那会儿这个错误页面我们就设计成了一个僵尸，大概有40多万用户打开了客户端，无数只僵尸的脸冲向了他们，这多吓人啊！半夜吓坏了。然后当时那个游戏可能真的是按秒在挣钱。所以这个问题很严重，当时觉得天塌了，觉得我在这公司应该待不住了，啊！但是没想到这个问题可能太大了，这个锅我是一个人背不住的，所以我的领导就得背，所以领导配合部门也得背，所以这一刻发现没有人问责了，所有人全力抢救。啊，就是原先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可能需要得几个小时修复，不到1小时就修复完了。然后大领导可能也没有太多的发现，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因为太忙了，根本来不及问责。我后来发现人生都是这样的，就要不然就是你根本背负不了，所以也就无所谓了，捅娄子就捅了。那我想问一下锤锤啊，之前也说到微博，你在微博上会读到那种恶评会破防吗？就是自己的评论区嘛，就是自家粉丝可能会特别宠你。然后就会有一些积极响应你，哎，你今年一定要上浪姐。然后这不禁让我产生了一丝怀疑，我想跳脱出我自己平台的评论区的这个舒适圈。没过几天，我就看到了某书上一个帖子上面写着大大的几个字，说看，大家都想看谁上下一届的浪姐。然后我就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然后刷了大概有2000多条评论之后，终于看到了一条说期待锤娜丽莎，然后后面只有3个点赞，我就点开那条评论，满心期待，说拉倒吧，他只会整那些尬段子，一下破防了。所以说人呢，一定要常常走出舒适圈。因为你不走出舒适圈就不会破防。我有一个很崇拜的歌手姐姐叫金池，她曾经的个性签名是这样的：如果你一直盯着一个黑点不放，那么黑暗就会占据你的视线。大家要学会看好的，不要一直盯着坏的不放。哎，很好，我觉得这个很适用工作当中的心态。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故事吧。就是我当时在杭州工作，做的自己当时有点不太开心。然后呢，当时我的经纪人在网上看到了，他给我发了个微博私信，你有没有可能来我们这边应聘？我看到这个评论，我就直接开车，我从杭州辞职了，我就开回了北京。然后呢，我也没有他的联系方式，我就到了门口以后，我就问保安，我说某某某，他说哦今天在上班，我说那你方便帮我联系一下他吗？然后我就见到了我的经纪人。他呢，当时只是想要面试我一下，但得知我已经辞职了，他也骑虎难下。就在那段时间，他们缺一个男主持，那个时候突然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就裸辞了之后，直接去投奔他，然后我就成为了音乐风云榜的主持人。而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我是个音痴，我对音乐完全不了解。然后我的第一份工作还不是在棚里面拿着稿子去念，而是去出外景采访李玟老师。李玟老师特别好，人非常非常 nice。他得知我是第一次
工作，他还安慰我，他说没关系的，小伙子。然后所有的采访都是我的编导来替我完成的，然后我整个人当时大破防，而且我的整个的工作也停摆了，我当时就被雪藏，就是第一天上班，然后就下班了。过了很久很久之后，我的另外一个编导说，今天我们有个采访任务需要交给你来做。我说，哎，怎么会突然想起我？他说，因为别的主持人实在没空了，就是真的，但凡有一个人有空，都用不到你。而且交给我的另外一个任务也是采访明星，采访谁？杨乃文老师。我依然对于音乐一无所知，怎么办呢？我只能去拼了老命的做功课，我做了他所有的功课。当时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我有一个问题，我说你最近几年都没有出专辑了，然后这是你几年之后的第一张新专辑。他说不对，我中间哪一年可是出了一张哦。我说不对，那张只是您的翻唱专辑，您翻唱了英文歌，但是您并没有出原创。然后他那时候打开了话匣子，他就说：“哎呦，这个主持人是做了功课的。”然后他就真心的和你去聊天。然后他那天采访完了之后，他还发了个微博说：“哎呀，我遇到了个不错的主持人。然后呢，这是我新专辑的第一个采访，我感到很开心。”真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怎么啦，锤锤？我觉得你很不容易。哎呀，哎呦，哎，这点让我很感触，就是当万众在笑的时候，然后爱你的人会哭。哎呀，别搞这些，别搞了，没有，别搞了，别搞了，演技，突发演技。听到大家分享了很多自己的低谷期啊，让我有一种感受，就是曾经我们的至暗时刻或者我们的破防时刻熬过去了，就是我们履历当中的高光时刻。分享了大家这么多脆弱的时刻，我特别想再听七七说两句吧。我们这么多脆弱的时刻，有没有可以给自己充电的一些方式？我推荐喜马拉雅 APP， 不管是通勤路上想听一点干货提升自己，还是睡前需要一些温暖的声音放松心情，在喜马拉雅 APP 上都能找到适合当下状态的内容。它就像一个24小时在线的朋友，随时给你需要的陪伴和力量。谢谢。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其实，在低谷期当中呢，更是要养好自己。那至于怎么能够把自己好好的保养起来呢？哎，让我们听一听锤娜丽莎的分享。你们好吗？很高兴又来到了今晚不加班。我是锤娜丽莎。录这个节目最大的感受就是离职的时候不能放狠话，因为上次录制结束的时候跟导演闲聊，我说要减肥，说的时候呢，我也没想到2个月之后还能见面。这次呢，我一来导演就追着问说：“锤，2个月没见了，减了多少啊？”我想了想说：“60天。”其实我今年最大的感悟就是要把自己养好。放错了，养好。因为之前工作太累，身体出了一点问题。这半年呢，我跟川哥开始煮调理身体的一些中药，但是呢，2副中药的性质是反着来的。煮药的时候呢，我们要彼此回避，不然呢，他闻我的这个药要吐，我闻他的药想呕，无独有偶。OK。咱们继续说段子啊，职场上的人际关系也是给我狠狠的上了一课。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女生朋友，当时主办方没有安排好休息室，于是主办方就跟她说：“您先去这个艺人的休息室里边换一下衣服。”刚换好，刚出门就碰到了那个男艺人的工作人员堵门，非常气势汹汹的说：“你是什么东西？”这是谁的休息室？你也敢进来啊？我寻思门口门上也没写名啊，况且你家艺人也没有什么名啊。小牌大耍呢，搁这，你这不关系户吗？后来呢，我跟他合作过一次之后，我就不敢说话了。
因为我发现就这业务能力还能上节目，那背后的人我指定是得罪不起。谁呀？我先不说，反正是一个已经掏了的，他的太多了。但是大哥心理素质很强，变脸变得特别快。看到我的时候，突然变得非常热情。哎呀，锤锤，我们都盼着你来呢。我也不知道回啥，我只能说，那你求锤得锤了。开个小玩笑，我觉得职场上提供情绪价值的人其实真的很重要。大家都知道，川哥对音乐非常的执着。当初呢，我和这个川哥之间的介绍人金梦佳说，这人是一个音乐才子，给我放了一段非常唯美的一个俊朗的大男孩抱着一把吉他，阳光洒在他的脸庞，但是他没有给我开声音。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当时川哥唱成什么样，但是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能体会到现场 live 的魅力吧。所以我们有请当事人。想看你笑，想和你闹，想拥你入我怀抱。可以坐下了，可以了，可以了。怎么了？是我唱的不够好听吗？好，特别好，特别好，请坐下。朋友们，如果觉得我好听的话呢，我的贴身音乐导师锤娜丽莎不信谣，没有。坐下吧。哼，这何尝不是一种诈骗呢？被我骗到了吧？我的社交账号下边这些网友鼓励我唱歌，鼓励我登上我喜欢的舞台，鼓励我尝试演戏，还鼓励我减肥。在这里呢，我可以很骄傲地告诉大家，除了减肥，其他都做到了。最后呢，我觉得职场不是竞技场，养好自己才是终身事业。毕竟人生这场大戏，我们可是要演到顺利杀青的。OK， 谢谢大家，我是又来返工的锤娜丽莎。感谢锤锤，谢谢。哎，好，又到了激动人心的颁奖环节，请看大屏幕。锤来美奖，我们的锤来美奖，哇，特意为你挑选的。为什么叫锤来美奖呢？是因为锤锤本来就很美，而且呢，锤锤的嗓音也特别美，在我心中的赛过格莱美。那我的获奖感言就是，少买点杯子吧，家里有点放不下了。谢谢锤锤，掌声再次送给他，谢谢。干杯！耶！哇！好的，其实刚才锤锤跟我们分享了一个现在网上特别流行的观点啊，就是说小时候我们是被父母养育的，但是长大了开始挣钱了，我们开始自己养自己了。其实呢，工作也是一种自我滋养，也是一种自我探索的过程。在工作当中，我们往往会发现，可能我们自己从来没有发现过的自己。我们想问一下在座的嘉宾们，有没有人因为工作见自己的？就是我从小的性格都是比较内向的，后面我家里人都会问我说，你为什么不说话？这种小时候就，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沉默不说。爱豆，哇哦！那于是有舞台的啊。后面我就去参加了一个综艺节目，后面在第1期的节目里面，它有个环节，街头索吻大赛，就是你要去整个乐园里面，后面去问路人说，可不可以亲我一下我的脸？啊，对，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很内向的人来说，我想说，天哪，我肯定不行。但没有想到我在那个比赛中拿了冠军。哦，就是那种信念感，还有那种胜负欲上来了。后面就突破自己的性格，后面就发现说，哎，我自己也可以很搞笑啊，很幽默呀，很放开的去做一些事情，就改变了我的性格。怎么做到的？你想知道？不是，我是节目流程里面有这个，你看，你想看一眼，你看一眼，不是，你看一眼，我看一眼。我也想问一下锤锤有没有类似于这样的经历，工作改变了自己的？其实就是咱们最近新上的那个节目，它是一个和一群小朋友，在一起录的一个综艺节目。这次去，我认识了一个小女孩叫排排，她跟我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这个小孩属于拒绝所有人，我就有点心疼这个小孩了，因为大家一直在 push 他做他不想做的事。
强行让他和他不信任的人捆绑在一起。啊，然后呢，我有点想哭，因为小时候我也是这样被人 push，但是我不想接受他们，但是我没有拒绝的勇气。然后我就跑去跟这个小孩说：“我说你要是不想要，咱们就不要，好不好？”他说：“好。”我是他全场唯一一个没有拒绝的人。然后此后，他就一直会下意识的跑过来贴到你的腿上，他会用背轻轻的靠着你。天哪，我本来是一个小孩别来沾边的人，更何况这种不听话的小孩，但是我没有想到他融化了我。然后临走的时候，我就单独找到他，我说能不能让排排过来一下，我有小礼物要送给他。排排就很高兴的过来了，然后他就默默的把手放到我的手上，那个小手只有这么一点点，他就死死的把你手这样扣着。哇！我天，我当时我晕倒，我生女儿生女儿。天哪！真的很感谢锤锤的分享，谢谢。哎，我觉得其实你在接纳这个小朋友的同时，你是在接纳童年的自己。对，就是工作，然后让你也看到了小时候曾经的自己。我特别想再多追问一句啊，就是你有没有什么能够滋养自己的特别好的办法？其实是有的，所以我想说，可能大家在工作中多一些包容和耐心，就会发现新的美好事物，甚至发现新的自己，这也是一种自我滋养。说到滋养，作为一位年轻的都市职场丽人，在保持好工作状态的同时，更要好好照顾自己，多喝水，喝好水。比如我们的偏硅酸型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日常补水首选，喝百岁山，做优雅职场人。干杯！ OK， 感谢锤锤的精彩分享啊。那其实，哎呀，说实话，我们说了10期的职场了，仿佛还没有说完。我想再问一下马老师，今天咱们讲做人生主理人嘛，但是你做人生主理人，你首先要知道自己是谁，几斤几两，喜欢什么，擅长什么，想要什么。而职场其实是通往这个过程非常好的一个途径。我25岁当记者，我那个时候靠写字为生，我所有的编辑都跟我说马军你迟早靠说话为生。我说为什么？他说你每次给我报选题的时候说的天花乱坠的，哦，怎么写出来这么枯燥无味呢？你肯定要走这个靠说话这条路，因为播客每天有很多人听我的说话，因为说脱口秀我能和全中国最好的脱口秀演员同台，我和七七同过台，哦，我和于翔宇同过台。当年在一个比赛里面还赢过于翔宇一次。哎呦，马军老师给我一顿暴揍，但输的那40多次我就不提了啊。所以今天能有这样的一个我自己内心特别稳定的状态，能够不是特别焦虑的状态，职场改变了很多。所以大家，哪怕现在的工作不是你想要的，不是你喜欢的，你通过这里面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不喜欢什么，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了解自己，做人生主理人。工作是一个了解我们自己最快的方式啊。今天我们讨论了职场和我的第3个关系，就是见自己。有时候我们就在想，我们的工作过程当中呢，很多我们的能力和性格是被工作或者是被我们自己慢慢才挖掘出来的，但是呢，它又反哺回工作，甚至影响了我们之后的人生发展，最终寻找到了一个真正的自己。接下来，让我们开一个脑洞，一起来想一想，假设打工有一天成为了某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让我们一起来看。师傅，我在这山上和您学打工已经学了3年了，我可以下山了吧？张维维，你是最后一代打工人，是我大拱门单传弟子，为何急于下山呢？师傅，现在已经是3028年了，外面都是机器人在打工，你我若是再不出山，他们就会忘了我们人类也是可以打工的。不错，我大拱门一直坚信，机器人打的工没有灵魂，只有人类打才是精髓。为师希望你能够把打工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另外，学费结一下32800。咱不是非物质遗产吗？师傅，你挺物质啊。嘿嘿，别说这些没有用的。3年了，跟为师说说吧，学到了什么打工技巧啊？都学会了，师傅您放心吧。什么 Excel、PPT、Photoshop、CAD、飞书、钉钉，还有 TeamMe， 我都烂熟于心。Hold on，TeamMe 是一个5v5的考勤软件。
就是在21世纪的时候，有很多老板都在这个软件里边抓考勤。不错，青出于蓝啊！那为师就把我们祖师爷的镇派之宝传给你。镇派之宝是什么？问得好。谁问的？史学界公认的3大珍宝：康熙年间的免死金牌，21世纪的沪 C 车牌，以及我手中的这一块字节公牌。师傅，公牌是什么东西？哎呀，据说啊，这是古21世纪时候的人们一种身份象征。你带着这块公牌，再配合一杯打工快乐水，你就是成熟打工人。师傅，说到喝水，我突然想起来，如果一定要喝水的话，那我们一定要多喝水，喝好水。说到水种珍贵、口感清甜、有益健康的真正好水，它就是偏硅酸型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刚才说出这段话的时候，你在无意间已经打了一份工了。我们真是无意的吗？谢谢金主爸爸对本季节目的大力支持，干杯！师傅，我刚才发现您的这个牌上写着这个实习是什么意思？哎呦，实习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毕竟这个打工文化已经失传了800多年了。但据为师的研究啊，实习生应该是一种地位很高的打工人。为什么？问得好。因为他们总是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被公司委以了重任，而且流动性很快，应该是被各大公司争相聘请了吧？那我也要当实习生，我要当一辈子实习生，我生生世世、永生永世，我都要当实习生。有见识。这样，我能怎么办呢？我要给你怎么形容一下这个古代打工场？它就像一个游乐场，它就是一个尊享通道。对喽，这么说吧。很多古代打工人呢，他们都坐在工位上打工，打得根本停不下来。不仅是白天打、晚上打，节假日还要打，甚至周末没有加班费也要打。请问各位，除了热爱，还有什么解释？那他们不下班吗？他们下班了也不走，一个个坐在工位上，那叫一个流连忘返，还要比谁最后一个走。羡慕啊！他们打工太让人羡慕了。师傅，你说的我浑身打工瘾都犯了。我要去打工，我要打工。慢着，想要下山，那必须要通过我们的打工门最终考核，终极总裁拟态机器人。集野心与才华于一身，体内集成了古早人类老板全部特质，堪比21世纪明星企业家的 AI 智能老板，我们叫他锤女明星。还是你会起名啊，老板？废话少说，这是一个职场生存游戏，你必须准确识别出老板的真实意图。假设现在在开会，考核开始。不行，我说开始才可以开始，开始。来呀，开始啊！不通过。为什么？你没看出来吗？老板是希望你来提出这个开会的议题。不对，我觉得他就是什么都不会。怎么可能？老板怎么可能什么都不会？老板，您的会什么呀？不会。这就对了。21世纪，很多老板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这很正常。不服，再来。哎，说了这么多，有点口渴了。不通过。Tell me why？ 这个我圆不回来了，为什么呀？因为它不是水中贵族百岁山。我们公司业绩可以很差，但是喝的水必须好。太对了，这就是21世纪的好老板。虽然他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但他品味好。通过。哎，谢谢老板，老板慢走。
师傅，我不太懂，这个人他风感很重啊。哎呀，老板也是人，他也要上班，上班谁不疯？小张，下山之前，为师传授你最后一个打工秘籍。哇，请看，这个看着就很珍贵呀。这个是劳动法。小张，如果你下山打工遇到了任何不公平的待遇，你就把它拍在老板的桌子上，老板就会害怕了。可是万一他不怕怎么办呢？哈哈，他如果不怕的话，那他就是不怕。师傅，我顿悟了。孩子，下山吧。刚刚我们看到的就是打工历史博物馆的特殊展品——打工人。怎么样，看得开心吗？开心，开心啊！那记得回去写2000字的观后感哦。哎，解说员老师，我们未来都不用打工了，锻炼写作能力有什么用啊？谁说有用啊？我纯折磨啊！那老师，如果我们人类想要打工的话，该怎么办呢？你见不见呢？我告诉你，我们人类早在21世纪，祖先就已经把我们的所有工都打完了，就是因为他们没日没夜的打工，才能铸就我们美好的今天。让我们对我们的祖先说：谢谢你，打工人！哇，太炸了！我天，好好笑啊！太炸了，是不是啊？哇，好不好看？真的很精彩的一个 sketch，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今天努力打工，未来的子孙后代就不用再打工了。今天我们呢总共讨论了3个话题啊，职场让我见世界，让我见低谷，也要见自己。要不要把职场当成人生的主场？其实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选择，或者说不一样的可能性，但选择权呢都在每个人自己的手中。你们每一个人才是人生的主理人。当然了，到了中场休息的时候，也可以给自己一些小小的奖励。我们的不加班杯年终奖现在精彩继续。好的，接下来的奖项一个比一个重量级。首先要公布的就是本次角逐最为激烈的奖项——最佳门面奖。哇！坐下吧，坐下吧，孩子，坐下吧。说实话，来到我们节目里面的好多人都是靠脸吃饭的，所以呢，这个奖项非常的抢手，有很多的入围选手，请看大屏幕。哇哦！我明明刚刚还是顶梁柱，现在成了关系户，傻傻分不清楚。确实，有着脱口秀阎王之称的庞博，每次出场，观众都惊呼：“哇，太帅了！”那个盛况怎么形容呢？和我差不多吧。我们来看看第2名提名者是谁啊？小慧。我觉得你们先不着急替女生说话，你们先听女生说话好吗？小慧来过我们的节目。车场一枝花嘛，赵小慧。小慧不仅人漂亮，而且段子也很漂亮，因为每次的爆梗都特别为女性长脸。我们来看一下最后1名提名者。哎呦，猛枪！比豹更牛马的就是生来就想要工作的豹，申公豹。哎，时尚属性拉满的 Man of the Year， 腔调最足的猛枪。哎，究竟谁获得我们的最佳门面奖？他就是何广智的毛衣。什么？什么？广智就来上了1期节目。你拿了一把蛮出去90勾圈凯，怎么出不去呀？你仔细一看，你这个老六。向上管理的脱口秀，不只是段子出圈，穿搭狠出圈。看一下大屏幕。很多网友都说，广智啊，先不要向上管理了，先进行一下形象管理吧。朋友们，这是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对于我们嘉宾穿搭评价讨论度最高的一次，最佳门面奖实至名归。这衣服有点像上啊。广智说了多少遍了？砍马拍大，砍马拍大。还有好多人说什么呢？说你们节目组能不能用点心？朋友们，
在这里，我要替节目组做一个严正声明：广智严选，广智出产，广智100%自己选的毛衣，好吗？我们节目组不背这个锅，让我们再次恭喜广智的毛衣。都没入围吗？我们给一堆完全不在这里的人颁奖，都不是人，甚至关键是你们要输给广智的毛衣，你们自己不丢人吗？也有道理。那本届不加班杯年终奖颁奖典礼就到这里，但是等一下，哦，作为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我不得不宣布，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神秘大奖哦，请看 VCR。他能 hold 住任何妆造，奇迹穿穿，不怕困难。你怎么能靠男色上位呢？啊，咱家就是为了想离皇上近点儿。他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人间尤物。还有不需要打井就能冒油的李川，你懂吗？我只懂你。他能文能武，持续为打工人发声。带的了，你给我带，剩下的人原地下班，今晚不加班。天哪！朋友们，让我们恭喜李川获得打工人嘴替终身成就奖。终身，早了点。有请李小姐。这是啥呀？这个奖杯叫做为我花生杯。我们要感谢李川作为今晚不加班的主理人，这么多季尽心尽力的为我们打工人发声，对不对？天哪！而且找来了非常多的职场人分享职场故事和经验，所以再次感谢你的尽心尽力，恭喜李川！我的妈呀，这也太突然了！我就想说，让大家早点下班呢，我还在这催流程呢。没想到于有矿才是这个节目真正的主持人呢。你才知道，人有编剧。我其实特别想感谢一下我们节目组的员工们，你们才是最可爱的人。正因为有你们的存在，这个节目才变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谢谢你们，谢谢。喜马拉雅 APP 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上喜马拉雅搜索不加班，免费领取5天会员，补充你的精神食粮。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真的容易的，这都是我们努力生活的底色。希望大家都能够活出自我。就是老板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吧，他就像外卖小哥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你不需要喜欢他，你只要拿到他手里的东西。就什么薪资待遇、干什么样的活，我们是真正的唯心主义。人还是要向上管理，因为你只有向上看，锅甩下来的时候，你才能躲开。什么工作都不稳定，只有自己情绪稳定才是真稳定。所以就是在职场上，你一定要比的就是谁的情绪稳定。只要你全心投入做热爱的事情，也可以获得成就感。足够的热爱和坚持，有一天它就不叫新兴职业，叫梦想职业。谁说女生就应该活成模板那样？太没有意思了。女性在职场就不该有天花板。跟你打成平手，只花了5成功力。你就挤到桌前，挤出一个位置来，然后扒着那个桌角，不要下桌。我觉得我蹲得越低，我可以跳得越高。你一定要做出来给别人看。有一些人的偏见是可以被打破的。进退维谷之时，可能正是别有洞天之日。而对人来说，把你所学的一切都忘了，叫做再长大。你不会永远都当主角的。如果你现在不学着坐下来，那你之后就会不得不倒下来。一定要内心强大，自己强大起来，所有的破事儿都会远离你的。做照亮世界的那束光，成就彼此，顶峰相见。当你的斜杠多到像条形码，就没有人能再给你定价了。杀不死你的只会使你更强大。哪怕出走半生，归来仍有5险1金。咱们就该发疯发疯，该用功用功，身心健康，节节畅通啊！所以是按照自己的攻略去勇闯人生这关吧。职场从来不是人生的全部，但每一个勇敢的选择，每一次清醒的自我认知，都是在为人生撰写独一无二的运营手册。那些加班灯下重新审视自我的时刻，那些在会议室里面敢于说不的时刻，还有在选择职业的十字路口那些另辟蹊径的勇气，这一些才是真正的定义我们的坐标。
这里是东方卫视，今晚不加班，我是剧班位主理人。最后一期就不祝大家准时下班了，希望大家每一位都有按下自己人生选择键的底气和智慧。朋友们，我们再见喽。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欢迎登录新浪微博，关注东方卫视今晚不加班官方微博，也可以进入今晚不加班话题参与讨论，边看边分享你的观点。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谢谢，谢谢大家，我们下班了。今晚不加班，快乐很简单。